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每当吹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或者翻开新一年的月历，总会惊呼时间流逝的速度越来越快。大众媒体常说这只是现代人太忙碌，或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错觉，但这其实是对大脑运作机制的误解。这并不是一种心理作用的幻觉，而是一场无比精确的资源分配赛局。当我们将生命周期拉长来看，时间加速是一种必然的物理与生理现象。人体就像是一台极度精密的高阶运算系统，为了在漫长岁月中维持最低的能量消耗，系统会自动调整对外界资讯的读取频率。理解了这个底层机制的运作模式，我们就能拆解时间变快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来看生命维度的比例变化。当一个孩子刚满5岁的时候，这一年代表他全部人生的1/5，这是一个极度庞大的资料库占比，每一天都充满了庞大的资讯量。从学习走路到认识新单字，都是破坏既有认知的重大事件。对比一个50岁的成年人，一年只占据他生命总长度的1/50。原本厚重的一本百科全书，现在只剩下薄薄的一页纸张。分母不断扩大的同时，分子所占的重量自然就越来越轻，这是最基础的数学结构限制。接下来我们剖析大脑的硬体效能。接收与处理外界的感官刺激是一件极度消耗能量的任务。儿童的大脑就像是最新款的高阶显示卡，拥有极高的画面更新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率。小时候我们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大脑的高速快门不断闪烁，每一秒钟都记录下超高画质的细微变化。那时候我们眼中的世界是慢动作重播，一个平凡的下午感觉像是一辈子那样漫长。但当人体逐渐老化成熟，神经传导的物理速度会逐渐下滑，大脑的画面更新率开始大幅降低，就像是一台切换到省电模式的旧款电视。为了维持生命运作的基本效能，大脑选择放弃处理微小的细节。当每一秒钟能捕捉到的画面变少，时间的流动在感知上就产生了跳跃。你觉得一天过得飞快，其实是因为你错失了无数个瞬间的定格画面。我们进一步拆解神经生物学的能量消耗法则。任何系统运作都需要庞大的动能支撑，人体每天消耗的卡路里中，大脑占据了极为可观的比例。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节约能源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指令。当我们面对熟悉且重复的环境，大脑会建立一条阻力最小的神经回路，这就像是水流总是往低处流动一样。一旦河道成型，水流就不再需要耗费额外的力量去冲刷开拓。成人的日常习惯就是这条深邃的河道。当大脑判定当下的环境绝对安全且没有惊喜，它就会关闭高度警觉的感官雷达。这代表我们不再消耗能量去解析周遭细节，路边的招牌或者同事的服装变化，通通被大脑的过滤机制挡在门外。资讯输入量呈线段崖式下跌。我们可以用资讯科学的观点来比喻，当一个档案内部充满了重复的代码，压缩软体就能把它缩小到极致。成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度重复的档案，每天做一模一样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大脑可以轻易地把一整个月的时间压缩成只有几秒钟的记忆残影。相反地，儿童每天都在面对未知的变数，他们的系统充满了随机性与不确定，就像是一段无法被压缩的乱码。因为无法压缩，记忆的体积就显得无比庞大，这就是他们感觉时间漫长的核心原因。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深入底层本质的结构性分析，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我们继续推演更深层的机制。现在我们把大脑的记忆模式拆解到最小的单位，时间的本质其实是记忆的变化量。如果你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负责剪辑的软体，小时候我们是充满热情的菜鸟剪辑师，面对任何画面都舍不得删除。第一次出国或者第一次骑脚踏车，这些全新的感官刺激会大量分泌多巴胺，将这段经历立刻印成无法磨灭的记忆锚点。但当我们步入成年的规律生活，大脑演化出了一种极致的数据压缩演算法。那些重复上演了几千次的通勤路线，或者每天大同小异的办公室日常，全部被标记为无效的冗余数据。为了节省宝贵的储存空间，系统开启了自动导航模式，把你每天重复的行为直接打包压缩，甚至在记忆库里完全删除。当我们回头检视过去的一年，发现找不到任何突出的记忆标记点，这段日子就像是被强制快转的影片。这改变了我们对时间长度的评估规则，时间不再由钟表上的刻度来决定，而是由我们创造了多少新的记忆来衡量。缺乏新鲜感的规律生活就像是一杯放久了逐渐冷却的温水，系统走向了高度预测性与低度活跃。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化学传导物质的作用。神经系统内部的多巴胺浓度是控制时间感知的核心齿轮。当大脑遇到全新刺激或是突发状况，多巴胺会大量分泌，这就像是给大脑内部的时钟按下了超频开关。在极度兴奋或恐惧的瞬间，你会感觉周遭的动作变得极度缓慢，
这是因为大脑在短时间内强行提升了资料读取的频率，这是一个为惹应付危机或捕捉机会的设计。然而，当人体机能逐渐走向成熟老化，多巴胺系统的活性会不可避免地降低，这就像是机器内部齿轮的润滑油逐渐前荷，时钟的指针运转速度开始变慢，客观的物理时间依然稳定前进，但我们内在的计时器却慢了半拍。这中间产生的巨大落差，就是我们觉得外界时间飞逝的错觉来源。把这件事拆解到底层，大脑其实是在进行一场高效率的外包作业，它把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外包给了名为习惯的自动化程式。只要没有打破常规的变数介入，这个自动化程式就会无声无息地吃掉你的时间。你以为你活了365天，但在大脑的记录库里，你只是把同一天重复播放了365次。当没有新的资讯被写入硬碟，这段时间的厚度就趋近零。我们进一步检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屏障。当个体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运行轨道，我们的时间被切割成标准化的模块。学校教育与企业管理系统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极致稳定性的精密机器。这台机器需要可预测的劳动力，因此它会不断训练我们适应规律。我们被要求在固定的时间打卡，在固定的空间产出标准化的成果。这种社会契约的底层逻辑就是要消除个体行为的随机性，让我们完美融入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我们就成为了系统中一颗稳定运转的螺丝钉。稳定代表放弃了探索未知的权利。我们不再需要去荒野中狩猎新的资源，供应链会把标准化的食物送到桌前。人类在远古时代的生存法则告诉我们，感官系统是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而存在的。当现代生活消除了大部分的威胁，我们的大脑就失去了保持敏锐的理由。我们不再需要留意风吹草动，不再需要记住每一条陌生的街道。这种高度安全且规律的社会结构，虽然极大化了整体的生存几率，却同时剥夺了我们对时间的深刻感知。这就是追求系统效率必须付出的隐形代价。时间感知的流失，其实是我们向现代社会交出的一种说服。当我们越是感到疲倦，就越渴望回到熟悉的舒适圈，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化回路。工作消耗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认知资源，导致我们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重复观看同一种类型的娱乐节目。大脑的防御机制在这种时候全面接管，主动切断所有会消耗额外能量的新资讯。这是一个极度完美的封闭系统，输入端的资讯量被刻意压缩到最低，输出端的记忆自然就变得无比稀薄。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的成年人越容易陷入一种生活停滞的错觉。不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停止了运转，而是我们主动关闭了与世界互动的传输通道。系统失去了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最终必然走向单调与乏味。从人力资本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被训练成极度追求效率的生产单位，认为所有无法立刻变现的行为都是浪费，漫无目的地在陌生街道上迷路，或者花一整个下午观察云层的变化。这些行为在成人世界的衡量标准里都被归类为毫无价值的无效产出。但如果我们转换底层逻辑，这些看似无效的停顿与迷失，其实是大脑获取全新数据的关键时刻。当你允许自己偏离既定的导航路线，系统就会被迫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这种短暂的混乱与失控，恰好是打破时间压缩魔咒的最佳解药。我们必须学会容忍生活中的低效时刻，因为只有在那些偏离轨道的瞬间，你才能真正感受到时间的重量与质感。现代科技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演算法比你更了解你的喜好与习惯，它不断推送你已经认同的观点，为你打造了一个绝对安全的资讯泡泡。在荧幕前滑动手指的几个小时，大脑接收到的其实都是同质性的刺激。这种没有阻力的资讯摄取过程，就像是在真空中滑行一样，完全无法产生任何摩擦力。没有摩擦力，就无法留下深刻的刻痕。时间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快速蒸发。要打破这种科技带来的系统性沉沦，我们必须刻意制造生活中的摩擦力，去阅读一本与你立场完全相反的书籍，去学习一项极度消耗体力的复杂运动，增加大脑处理资讯的难度与阻力，就是我们对抗时间流逝的最强武器。将视角拉高到整个人生周期的长线演化，短暂的忙碌与焦虑只是一种外部干扰。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核心课题是如何重新夺回对时间感知的控制权。如果规律与重复是压缩时间的凶手，那么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主动向系统内部注入混乱与无序。在封闭的环境中，一切事物最终都会走向绝对的死寂。要逆转这个状态，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专家总是建议我们必须刻意创造全新的体验，去一家从未踏足的餐厅用餐，或者是改变每天下班通勤的路线，
甚至开始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本质上都是在强迫大脑重启高阶运算模式。当我们把自己丢进陌生的情境中，大脑的自动导航系统就会失效，它被迫重新启动雷达，高速捕捉周遭的每一个陌生细节。这时候多巴胺会再次分泌，神经细胞会建立新的连接路径。你在这短暂的几小时内产生的数据量，可能远远超过过去一整个月的总和。这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强行打下坚固的记忆锚点，每一件具有挑战性的新事物都会在平滑的时间曲线上制造出波动。当未来某一天你回头检视这段岁月，这些波动就会成为你衡量长度的明确刻度。这是一场意识与生物本能的长期博弈，大脑倾向节能与安逸，但生命的丰富度却建立在探索之上。我们无法阻止神经传导速度的衰退，也无法改变我们在宇宙坐标中的年龄比例，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决定要不要在平淡的剧本里加入一场转折。当你开始主动策划生活中的变数，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资讯的旁观者，你重新做回了人生这部电影的导演椅。你可以刻意放慢镜头，给那些平凡的瞬间一个巨大的特写。当下一次你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你最近一次感到这一天过得好充实，是因为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探险，而是学会了一件极具挑战性的新事物呢？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